人网上找工作，得到回复是1小时200美金，天下还有这等好事？艾米丽意识到这可能是骗子。次日清晨，她还是按照约定来到了面试地点。为了防止万一对方是传销，她摸了摸防狼喷雾，以备不测。走进房间，发现这里人头攒动，看来应聘的人非常多。仔细想想，1小时能有200美金，让谁都会想尽办法过来上班。等到坐定以后，老板马克告诉大家，他会给每人发1张信用卡。你只需要在规定时间内买回指定商品，那么你就可以获得酬劳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警惕的艾米丽对卡提出了疑问，马克回答的却毫不隐瞒，直言这些卡都是偷来的。想要轻松赚取这200美金，就必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。想到自己入不敷出的生活状况，艾米丽决定冒险一试。不久之后，艾米丽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一家大型超市，她注意到四周遍布的监控摄像头，心虚的赶紧找了顶帽子戴上。她将一件价值2000美金的电器放在收银台前，尽力保持镇定，拿出那张信用卡，然后再假装很自然的刷了下去，若无其事的看一眼收银员，然后再看看读秒的付款页。就在这短短几秒，艾米丽仿佛经历了几个世纪。当屏幕显示交易成功，艾米丽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就这样，她不用花自己的钱，堂而皇之的买走了商品。然而事情并不顺利。后面的保安追了过来，呵斥他你的商品并未付账。紧张的艾米丽佯装不懂他的意思，保安指了指他头上的帽子，说没付钱。艾米丽这才恍然大悟，急忙摘下来递了过去。原来是虚惊一场，毕竟这是他的第一次。在把货品装上等待的车辆后，艾米丽收到了应有的报酬，如假包换的200美金以及一部手机和充电器。马克告诉她，如果你愿意继续，下次的报酬将是这次的10倍。而这句话让艾米丽十分震惊，因为高回报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。其实原本拥有着高学历的艾米丽前途无量，只因年少轻狂犯下案底，自此断送了所有希望和美好。没有正经的大公司敢要她，这也让她从此捉襟见肘，甚至还要为上学时期的贷款而发愁。之后的日子里，艾米丽只能做着送外卖的工作，经常在跟时间赛跑。这天，她收到一个催债电话，从表情就能看出，艾米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。恰在这时，马克送的手机也响了，打开一看，正是他的救命稻草。顾不上接下来还要派送的外卖，艾米丽开车直接去见了马克。她清楚200美金的报酬意味着要购买2000美金的商品，而2000美金的报酬则意味着要购买2万美金的商品。果不其然，马克递给她一张黑卡和相关文件，并告诉她这次的任务是去购买1辆汽车，但时间紧迫，只有8分钟，因为8分钟之后银行就会识破这张卡的真伪。艾米丽心中忐忑不安，但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，她决定再冒险一次。艾米丽穿过繁忙的街道，来到了4S店的办公室。事情似乎比预期的要顺利，老板提议可以先试驾，但艾米丽礼貌地拒绝了。老板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客户，没想到对方竟如此爽快，自然也没有多想。很快，艾米丽便淡定地递上了所有手续。艾米丽刷完信用卡后，眼角的余光扫过时钟，她只有8分钟的时间。等填完申请表后，2分钟已经过去了。幸好办理手续还挺顺利，店员便领着她走向停车场。一辆新车正静静等候着，时间也掐得刚刚好，一切看似无懈可击。然而就在她准备发动汽车时，店员接到电话，示意她稍等。艾米丽的目光落在了敞开的大门外，心中盘算着出现万一的逃跑计划。挂断电话后，店员要求她下车重新补下手续，但艾米丽已经意识到出现了问题。店员看出端倪，突然发力，硬生生将她拉了出来。在混乱之后，艾米丽再次回到了车内，紧接着踩下油门冲了出去。她心里明白，如果被扣留下来，等待她的将只有牢狱之灾。与此同时，鼻子传来一阵刺痛，才意识到刚才的打斗让自己也受了伤。艾米丽本能的回头一看，发现店员果然追了过来。没有办法，只能拼命加速。正在这时，一辆汽车挡住了去路，艾米丽被迫停了下来，而后面的店员也开门下车，眼看是跑不掉了。艾米丽心头一横，拿出防狼喷雾，然后下车径直走了过去。这个装备非常好使，建议需要的老铁们买一个放在身上。就这样，艾米丽甩掉了追来的人，成功诈骗或者说抢到了一辆汽车。这次虽然完成了任务，但艾米丽非常气愤这种卑劣的行为。她拿过应得的2000美金，扬言再也不要接这种该死的。看到艾米丽的身体受伤，好心的马克连忙过来询问，并驱车送她回家。在行车的途中，马克问她为什么不找个正经的工作，然而艾米丽则反问他一句：“你的工作就很正经吗？”艾米丽回到了她与人合租的住所，马克细心地为她冰敷伤口。当看到艾米丽写画画的东西，马克不禁对眼前的女人产生了好感。第二天，艾米丽如常来到外卖公司，却被告知因顾客投诉，她的提成和奖金都泡汤了。面对现实的打击，艾米丽愤然辞职。
拮据的他不得不放下尊严向马克求助。马克看穿了艾米丽的困境，决定分享他的生财之道。原来他们通过黑客手段获取信用卡信息，并复制账户和密码，然后用制卡机完美复刻。艾米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便很快掌握了整个流程。马克带着艾米丽来到一个仓库，将一台制卡机送给她，还附赠了一个电棍用于防身。回到住处后，艾米丽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尝试，并很快就制出了她的第一张卡。随后不久，她便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单生意，同样的一件商品。这次她获得了$600，高额的回报来得太快，并在短时间内走上了人生巅峰。一贫如洗的艾米丽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马克与艾米丽之间的情感迅速升温，最终两人成为了情侣。他们还共同购买了新房，并在一起畅谈人生。马克甚至带艾米丽回到老家去见了家长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在一次家庭聚会上，马克的表弟突然出现，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幕后大老板。马克只不过是他的合伙人之一，没有过多的废话，他直接展示了一段监控视频，并指出艾米丽违反了行业规则。任何一张信用卡不准在同家店使用2次，而艾米丽却明知故犯。这样的做法，一不小心就会把他们全部暴露。鉴于这种不可饶恕的行为，表弟当场宣布将艾米丽踢出团队，从此以后不能再与他们有所瓜葛。第二天，马克怒气冲冲地坐进了艾米丽的车里，嘴里不停地嚷嚷着一切都完蛋了。等回到家中，马克告诉艾米丽，他也被表弟踢出了团队，而且所有的酬劳全部被扣除。艾米丽听后陷入了沉思，心里盘算着，既然表弟不愿让两人入股，那他们决定自己另辟山头。然而当他们来到设备的储备仓库时，这里却空空如也，所有的设备都被搬得一干二净。随后又赶到原来的办公室，结果同样是人去楼空。想到自己和表弟毕竟是亲戚，马克气愤地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，谁知却遭到了无情的奚落和嘲笑。听完马克的描述，艾米丽气愤不已，她决定为男友讨回公道，拿回他们应得的报酬。此刻的马克也想通了，弟弟不仁就别怪哥哥不义。当天晚上，艾米丽和马克驱车来到了表弟的住所，推开门走进房间，发现里面静悄悄的，没有动静。正当两人感到疑惑的时候，表弟突然走了出来，他用东西砸晕了马克，然后慢慢逼近艾米丽。体格和力量的悬殊让艾米丽没有任何反抗之力。在紧张的对峙中，艾米丽的手摸到了口袋里的壁纸刀，她毫不犹豫地将其刺入表弟的腰部。她痛呼一声，手劲一松，艾米丽立刻将他压制在地，并逼问马克的钱放在了哪里。刀片紧贴表弟的脖颈，他不得不老实交代。最终，艾米丽在冰箱中发现了大量现金，她带着受伤的马克离开，但到了车上，马克已经不省人事，而汽车钥匙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当警车的声音越来越近，艾米丽心急如焚，她望了望昏迷的马克和装满现金的袋子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。他对着马克说了声对不起，然后就拿起钱袋子离开。在此刻，他没有选择余地，只能任凭眼泪在脸上肆意流淌。等到安全之后，他脱掉外衣，然后坐上了一辆公交车。在这个城市里，他再也不能回来了。当警察查到他的住所后，艾米丽已经离开了这里。一晃3年过去了，在一个国外的边陲小镇，艾米丽安静地在这里生活着。她过上了自己想要的日子，没有负担，没有忧虑。然而钱总有花完的时候。画面一转，艾米丽找到一群为生活发愁的年轻人，她就像当年的马克一样，对着所有人说道：1小时可以挣$200，但要触犯一点点法律，你们愿意吗？